那我先去房间里等你。嗯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和这个男人在一起？看不见嘛，我们俩好了，准备去开房呢。是我女朋友。女朋友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是你女朋友了？为什么？你根本不爱她。是，我确实不喜欢他，但是架不住他有钱啊。什么意思？我只要跟了他，就可以免了那300万的欠款，还能帮我妈结清医药费。你要是为我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也可以喜欢你。圆圆，听我说，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实力，但你相信，以后我一定会给你过上好日子的。你看，戒指我都买。以后是多久啊？3年、5年，还是10年啊？连最便宜的画廊都不愿意寄卖你的作品，你觉得你许诺我的好日子，我这辈子还能赶到吗？可你说过，你很喜欢我摄影的作品。我喜欢有什么用啊？你那些卖不上钱的东西都是垃圾，你凭什么要求我用宝贵的青春守着一屋子垃圾啊？我有希望成为摄影艺术家的。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一个连日子都过不下去的人，谈什么梦想？你这个叫做痴心妄想。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，我们好聚好散。素媛，素媛！少爷，您是时候回去继承家业了。一个连日子都过不下去的人，谈什么梦想？你那些卖不上钱的东西都是垃圾。帮我举办一个摄影展，把这幅画标价1块钱。是，名字就叫倩子。少爷好。素媛，你是他家属吧？他刚做完流产手术，这张单子上的注意事项你得仔细阅读，得好好照料他的小月子。产手术，这孩子是我的，对吧？为什么要打掉他？因为江周云，如果我告诉你真相，只会让你更痛苦吧。你已经回到了江家，我不该跟你再有任何牵扯，因为我不想将来跟别的男人结婚的时候带着个拖油瓶。你说谎！我为什么要说谎？你该不会以为我还爱着你吧？你如果不爱我，你为什么会花钱买那副片子？卓云，妈妈告诉你为什么。宋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母亲身体还好吧？啊，你认识宋媛？认识。江周云，事到如今，我也跟你摊牌吧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明达集团的继承人，江州首富的独子。
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自始至终就是个骗子。我从一开始就精心策划了跟你相遇、相知，并成功让你爱上我。但其实我早就受够了跟你在出租屋里过苦日子。但是我一想，你是江家独子哎，你迟早会回去继承家产的，我就忍了下来。但是这一切让你妈妈发现了，她给了我1000万让我离开你。于是我想了想，1000万跟你，我肯定选择1000万。不可能！如果你是骗子，你不会花500万买那幅画，一定还是爱我的，对吗？醒醒吧，我的大少爷！我一个爱财如命的骗子，你觉得我会花了500万去买你的作品？那幅作品是我帮你妈买的。就算你是个骗子，就算这一切是你精心策划、精心安排的，可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你有没有一点喜欢过我？哪怕一点点？当然有啊，我肯定是喜欢你的。但是我喜欢的是你的家产，是你的钱，不是你这个人。我今天但凡有一点喜欢你这个人，我都不会打掉这个孩子，懂吗？你个骗子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江少云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就忘了我这个骗子吧，回到你原本就璀璨的人生吧。沈总，你终于来了。宋小姐是聪明人，你在卓云面前的回答，我很满意。你用我妈妈来威胁我，我敢不让你满意吗？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谁让你自作主张买下卓云的作品，还让他查出来买主是谁，甚至你还想生下和卓云的孩子。宋小姐，这个孩子你确定要留下来吗？要，不要留下。是你买通了医生，然后告诉我妈妈我怀孕的事情。我做事情向来喜欢万无一失。那是江卓云的血脉，能给卓云生孩子的女人多的是，但你不配。你就不怕有一天他知道真相之后会记恨你吗？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只要他能够顺利的回到江家继承产业，就算是恨我，又有什么关系？这里是600万，500万是你帮我买画的钱，剩下的100万是你今晚的演出费。对了，那幅片子就留着给你做纪念吧。我昨晚梦见你爸爸了，他说我不应该打你那一巴掌。圆圆，你会怪妈妈吗？妈，是我做错了事情，我不怪你，我就想以后好好陪着你。你去给妈妈打瓶热水。哦，那你等我回来。嗯。
圆圆，妈妈知道你是因为我的病和欠周家的钱，才不得已去骗人，所以妈妈决心不再拖累你，早些去跟你父亲团聚。圆圆，人都会死，所以你不必伤心，把钱还回去吧，重新开始你的人生。妈妈永远祝福你。没看我，没有。哥哥，有人跳楼啦！开个价吧。当初你为了区区1000万，想尽办法勾引我，想必现在也能开个价，把自己卖给我。区1000万，果然是有钱人家的少爷。那既然如此，我要5000万，不过分吧？倒也不是不可以。那我就要看看我到底值不值这个5000万。你干什么？装什么清纯啊？当初上门的时候可没那么瞧不起你。就是个疯子！那也是被你这个骗子逼疯的。乘风不动，落叶难言的不舍。落日看不到月亮，某种寂寞。把它签了。正如我沉默，委婉的对你说，如果只是如果，你要跟我结婚？我只是用一个合法的手段把你留在我身边罢了，不然我要怎么跟外人解释你的身份？保姆还是情人？为了报复一个骗子，搭上你自己的婚姻，值得吗？明达集团的市值上千亿，我作为 CEO， 一举一动都在媒体的监视下。要是哪天因为一个骗子，明达集团推上风口浪尖的舆论，那才是最大的损失。还真够狠的。和你比，算得了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就给我待在这个房子里，没我的允许，哪里不许去。所以，我是你养的金丝雀吗，江总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顶多3条狗。或许，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。江先生，上身衣服，把他身上这身破烂换了。是，您这边请。换。再换。江先生，您看这套怎么样？多美的一张脸啊！怪不得以前我会被你的生活。
江总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闭嘴！不该你问的话别问。沈总生日快乐！咱们以后公司常常合作，好吗？谢谢周少，代问您父亲好。哇，江少身边的女人是谁呀？不知道是哪家千金，挺不错的。哎，我听说江行云不喜欢你看，身边的狗都是公的。我看这传闻啊，妈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儿子。还不赶紧打个招呼？沈总，生日叫错了，重喊。卓云，不要胡闹，来者是客。宋小姐，抱歉，今天是私人宴会，你出现不大方便，不如我叫司机把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跟我来一趟。乖乖在这等我，如果你敢跑的话，我就把你腿打断。江少刚才叫他闭嘴，看来也没把他放在心上哈。的确，正牌女友怎么可以这么粗鲁的对待呢？我听说啊，家里给江少安排了相亲，我看这个女人啊，恐怕不知道是从哪个会所里面找出来的女模来气他妈的。卓云，妈妈给你安排了那么多大家闺秀、名门千金去相亲，哪个不比宋小姐好？您既要我快速结婚，又要指定人选，未免太贪心了。妈妈这是在为你好，怎么叫贪心呢？您大可不必在我面前扮演慈母。卓云，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忘掉宋元吧？我怎么可能对这个骗子一见？那既然如此，你怎么还跟他纠缠不清？你觉得我是什么宽宏大量、不计前嫌的人吗？别忘了，2年前要不是你帮他逃跑，他到现在都不可能安稳的生活。婚姻大事不可儿戏。您只不过是想让我找个人结婚，传承家业，这个人是谁都没关系，不是吗？是，谁都可以，但唯独他不行。您如果执意认为不行的话，那我明天就去离婚。你们已经领证了，来参加您的生日，得名正言顺。不过我江卓云这辈子只结这一次婚，要不要接受，您最好想清楚再告诉我。嗨，美女，哪个厂子的？加个微信吧，到时候我去给你捧场。哎，别走啊！这位先生，请你自重。能把江卓云迷得神魂颠倒，说明你伺候人的本事还不错。我给你加点，伺候我。滚！急什么？我不介意你被江卓云玩过，那是你的荣幸。女人嘛，关了灯不都是荡妇？操！给你脸了！江少，在我家动我不约，是这个贱人，他勾引我。看来是我误会周，看来是我误会周少了。是的，他勾引我的，是吧？我就说吧，这个女的看起来就是个不安分的货色。江少这才走几分钟啊，这就勾搭上了？也不一定。周元什么货色，你们又不知道。是他说的这样吗？不是。那你说说是什么样？他侮辱我。他怎么侮辱的你？他说不介意我被你玩过，那是我的荣幸。
女人嘛，再坚持，关了灯一样是荡妇。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江卓云，你把我打成这样，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。打电话给周董，让他来我这里，要是想看看你爸怎么饶不了我。胆子这么小，都出汗了。给太太倒杯冰水，她有点受惊了。是。你是我太太，我就不会让人欺负。江总，对不起，我这逆子无意冒犯了江太太，还请江总无意冒犯啊不，故意冒犯，还请江总给个面子。你让我给你面子？你这个逆子，还不赶紧和江总、江太太道歉，让他们原谅你？江总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她是您太太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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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江太太，你怎么办？先送医院吧。既然我太太发话了，那就先送医院吧。至于后续的医疗费，开完发票找我助理报销就好。你不是跟我说你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宋元他在江城活不下去吗？那为什么卓云还是找到他了？抱歉，沈总，是我的失误。星云，你太让我失望。甩脸色给谁看？没人看戏，江总不装了是吗？这就生气了，受不了了吗？你在宴会上给足我体面跟尊严，我有什么资格生气啊？我既然娶了你，对外你就是我江卓云的老婆，江家的少奶，在外我会给足所有面子。但是，一回到家，你就是我花钱买来的佣人。我有自知之明，你不需要提醒我。你早有这窝里横的态度，今天就不至于我出手收拾残局。那个蠢蛋当众羞辱你，那就是在打我的脸，打狗也要看出来。过来，过来。婚礼没有，但戒指得有，以免哪个不长眼的蠢蛋又打了我的脸。这个戒指，你在痴心妄想什么？当初那枚戒指是我变卖了我爸的遗物给你买的，包含了我所有的心意，也是他对你的祝福。你觉得你这个骗子配戴那枚戒指吗？别在我面前装得可怜兮兮的，我可比我妈大方多了，给了你5000万。你应该感恩戴德，给我笑，笑。只是想起我，会不会微笑流年吻？我去过荒无人间，看过浪漫风月，可领略风不万千步，遇见你一眼，此山海里。江总，青山别墅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的人24小时待命，绝对保护宋小姐安全。叫她什么？宋小姐。抱歉啊，江总，是太太。江总，结婚证属于您个人重要证件，要不你自己拿着？不是什么重要东西，放那儿吧。
辈子不会饶了你。那个女人最近在干什么？太太除了上班，平日里就在青山别墅待着。上班？是的，太太在陆总的星源娱乐上班。什么职位？说是艺人助理，实际上……宋元，安西老师的剧本打演好没有？哦，你没事儿干就在那摸鱼，去楼下买10杯咖啡回来。好。江总，太太这2年找工作屡屡碰壁，就算是名牌大学毕业，没有公司用她，就仿佛被人封杀了一样。所以太太只能找些杂活，勉强维持生计。是他活该。帮我查一下，是谁在背后封杀他？是。他怎么可能搭理我呢？那天晚上，他在江家承认我的身份，不过是为了和他母亲置气罢了。我了。太太，我来帮您拎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您一个人拎这么多太重了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倒是殷勤，可惜某些人不领情啊。江总，我把太太送上去，再下来找您啊。你给我吧，我自己拎上去就行。不用了，太太，我要不给你送到地儿，明儿江总就让我去中东挖地雷了。他怎么可能啊？非常可能。薛先生，谢谢你帮我送咖啡过来。薛少，安心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陪江总过来拜访一下陆总。江主任也来了，他让你送咖啡来探班。不是，咖啡是是宋小姐买的，我只是帮忙拎上来。哎呀，我前段时间啊在南法度假，没赶上阿姨的生日宴，你帮我把这礼物带给她呗。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？来给你送钱。哼，我猜呀，你是知道安西今天在这里拍摄，来探班的吧？脑子是个好东西，但你没有。人身攻击啊！姓江的，别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骂我。我给你投2个亿，但我要33.4%的股权。你当我傻呀？33.4%的股权所有，拥有1票否决权，你想得美？我听说前段时间你融资4处碰壁，我来给你送钱，你应该感恩戴德，喜极而泣。那我是不是还得跪下来喊你一声金主爹呀？大可不必，主要是我不想有你这么个儿子。对，据我所知，你跟这安西也就几面之缘，这么快就一掷千金，博红颜一笑了？什么瓜都吃，只会害了你。开起玩笑，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不准备带我参观一下？参观拍摄？狗东西，还说不是为了安西？安老师，您的咖啡。宋元，你是怎么认识薛昭的？我跟薛先生不熟的。
不熟？那他会帮你拎咖啡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就管让他帮你的忙。江周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干嘛？我说呢，学长怎么会来？原来是你来看我了。春风不懂落叶难言的不舍，落日看不到月亮冒着你出去吧，这里没有什么让你帮忙的。好。哎，那个谁，麻烦帮我带一下门。你坐那边去，离我远点。你每次都这样，和我见面又不许我碰你。闭嘴，话太多了。江卓云刚给咱们投了2个亿，你们说他是为了捧安熙吗？这些年，江卓云一个绯闻都没有，只有安熙被记者拍到和江卓云在法餐厅约会，半小时了。你们说，他们关着门在里面干什么？你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能干点啥？我听说江卓云是有老婆的，前段时间在江家的晚宴上，有好多人见过这位传闻中的江太太。有老婆，跟外面的女人还没断干净，说明这老婆就是个摆设，约等于无。你说是吧，宋渊？啊，或许吧。你脸色怎么那么差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我有点闷，我先出去透透气。你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能干点啥？有老婆，跟外面的女人还没断干净，说明这老婆就是个摆设，约等于无。如果你想让别人知你的话，还可以大点声。哭什么？没哭。还嘴硬。放开！是气我跟安熙？我就是你花钱买回去的摆设，我有什么资格干涉你的私生活？江总，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。别说一个安熙了，就算你身边有周喜、刘喜，不管什么喜，我都不会生气的。我倒是想问问你，当初我妈给了你1000万，这1000万这么快就挥霍完了，以至于现在给人端茶倒水，跑腿送咖啡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，江总？当然有关系，区1000万，跟我这棵摇钱树比，后悔当初闪了我吗？当然后悔啊！后悔当初怎么没要1个亿啊？就要了1000万，也太少了吧？有的时候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，看看是什么颜色。我就是个骗子，我没有心。滚！你听到吗？叫你滚，听不懂吗？江周云，你的外套往哪？脏了，丢掉。在公司。江总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那你就不要讲。哦，讲。江总，我觉得您可以跟夫人好好谈一谈。您为了她，都给陆总那公司花了2个亿了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为他花的钱？
我江卓云的女人在外面给别人打工，传出去我不要面子。江总英明。安老师，今天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既然不辛苦，那还得麻烦你帮我把品牌方的项链送回剧组，交给服装老师保管。现在吗？是呀，他们剧组夜戏等着用呢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好，应该做的。姐，服装老师不是说今天他们不出工，项链可以明天送回去吗？是呀，但我就是故意的呀。从公司到剧组单程2个小时，而且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暴雨。你既然这么好心，要不你去替他送吧。就这样啊。那个，陆总小宋啊，这么早就下班了啊，不是，我是帮安小姐送项链到剧组里。啊？去吧，好好努力工作才能升职加薪。那些到点下班的都是咸鱼，知道不？哎，我知道了，陆总。去吧。学长，你怎么这宋元这么殷勤？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漂亮，想追求人家？陆总，我不敢的。你就说人家漂不漂亮？陆总啊，我劝你，这话可千万别在江总面前说。为什么？为了您能长命百岁。你找谁啊？今天不是有剧组开工吗？他们有夜戏，过来还东西。大暴雨停水停电，全剧组今天休息，太过。喝一个。不喝你来会所干什么？区1000万，跟我这棵摇钱树比，后悔当初甩了我。当然后悔啊，后悔当初怎么没要1个亿啊，就要了1000万，这也太少了吧！有的时候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，看看是什么颜色。你就是个骗子，没有心。谁给你打电话？怎么不接啊？跟你没关系。哎呀，没听了。江总，封杀夫人的人查到了。江总，我虽然没有查到封杀夫人的人具体是谁，不过有证据显示，下命令的人是董事长身边的江特助。江行云，这张照片你还有印象吗？这是什么时候的？这是我调查江特助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。您离家出走后，江行云一直在暗中监视您的一举一动。还查到了什么？宋家大火当天，江特助的车曾出现在宋家附近。宋家大火2个月后，太太曾去瑞丰银行兑换过一张1000万的支票，这些钱太太用来还了母亲的医药费，用来赔了周边邻居300万。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认识您之前。江总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你的意思是，宋元虽然是骗子，但他是被我妈设计陷害推入深渊，然后再给他一个交易的机会，把他安排在我身边的。董事长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但他唯独漏算了一点，那就是太太真的会爱上你，所以太太用剩下的500万买了您那副片子，这才让您找到医院去。但是我们还是慢了一步。董事长早就买通了医生，向宋太太泄露了太太怀孕还有医药费的来源，所以宋太太这才下药导致胎儿流产。等我们到医院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董事长用宋太太的安危做威胁，这才迫使夫人跟您说了那些违心的话。你个骗子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江少云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就忘了我这个骗子吧。
学长，是我害了他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……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太太去给剧组送东西了。现在啊？你这么能耐，怎么不明确告诉我啊？江总，哎，江总，哎，小老狗怎么这么着急？干嘛去啊？陆总，您认不认识卖墓地的？可以打折吗？卖墓地的，这么年轻就要操办后事了？是的，或许你也需要。江总，所以，我是你养的金丝雀吗，江总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顶多3条狗。我既然娶了你，对外你就是我江卓云的老婆，江家的少奶，在外我会给足所有面子，但是一回到家，你就是我花钱买来的佣人。别在我面前装的可怜兮兮的，我可比我妈大方多了，给了你5000万，你应该感恩戴德，给我笑笑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张周云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回家？张周云，你终于来接我回家了。我说过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能找。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湿？江周云，江总，谢谢你今天来接我回来。宋妍，你故意的是吧？啊？什么？单程2个小时的路，你就不知道让司机多等你一会儿，拉你回江城啊？那个师傅他接了新的订单，就着急走了。那你就不知道打电话叫人来接你吗？我打了，但是还没打通就关机了。打给谁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打扰你。我知道你很忙，但是我那一刻我就只想到你了。我想到之前下雨我不带伞，你都能找到我在哪。你别生气啊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没有分寸擅自联系你，但是你放心，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。万一再有这种情况，要是再有这种情况，我就找别人帮忙，绝对不会打扰你的。那你说说，你找谁？找谁都行，但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再找你。喂，江总，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当年宋家火灾的经过，我要确切证据。是，江总。
宋远，项链昨晚你送回剧组？安老师，我昨天去剧组的时候，他们说停工了，我是今天早上送过去的。这样呀，那真是辛苦你们了，跑了2趟。不辛苦，工作而已。安小姐，江总让我接您过去。他又想我了吗？这么粘人，明明昨天刚见过。周云，我来了。江总，人到了。立马从新源消失，这是给你的补偿。为什么？江周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别在我面前装，和你认真真。周云，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我要去问问江云，他为什么不要我？安小姐，江总从来没有要你，又何谈来的不要你？你和江总见面不过2、3次，有什么资格质问他到底看上什么？他如果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对我好，还跟我一起去吃饭？你说的是你设计和江总在法餐厅偶遇，安排狗仔偷拍曝光那次，是吗？江云知道是我故意安排的。你既然用江总炒绯闻当垫脚石，就应该心存感激，而不是得寸进尺，欺负江总在乎的人。江珠云在意的人，宋元是宋元，宋元是江云的新欢，对不对？安小姐，给你个忠告：聪明人从来不过问他不该过问的事情。他既然一直看不上我，为什么愿意陪我去法餐厅吃饭？又为什么愿意容忍我利用他炒绯闻？江总，江总，你受伤了，我去给你买创可贴。我有创可贴。我看看，贴完了没？你怎么这么傻？他们要把你打死了怎么办？那也不能让他们伤害你。别动，我看看贴完了没？好像有点黏。不必了。算了，你不能这么喝。我知道嘛，就是在那天晚上，他给我带创可贴的时候，我对他动心了。江总，您喝多了。女人的心为什么这么硬，这么冷啊？江总，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不喝了，走喽。你亵渎了江总对创可贴的美好回忆，江总让我转告你，你怎么弄出来的误会，就怎么解决它。他不希望别人误会他与你有救。此外，3天内离开江州，永远消失在江总面前。进。江总，事情都办好了。你去找安西的时候，他什么反应？夫人没什么反应。这没什么反应。所以，江总，您故意让我当着夫人的面叫安西过来见你，是想让夫人吃醋是吧？滚出去！
去哪儿了？我以为你跟安小姐去约会了，今晚不回来了，我就在公司加了会班。你还真是贤惠啊，知道自己老公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约会，还能没心没肺的在公司加班。我明确我自己的身份，不敢以江太太的自居，更不敢要求你对这段婚姻忠诚。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啊！这不是你要求的吗？我去洗澡。你回来了，吃饭吧。我给学长打电话，他没接，我就按照你之前的口味做了饭，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现在的口味。江中云，我之前误会你跟安琪的关系，对不起啊。既然我们结婚了，婚外情这种事情就不会在我们的婚姻里出现。你不是说我们之间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吗？过去发生的事，我忘不掉，不想忘。你洗好了，这是干净的睡衣。戒指呢？哦，我怕弄丢了，太贵重了，我就放起来了。是怕弄丢，还是怕戴着让别人知道你已婚的身份？我怕弄丢了。戒指放哪儿了？弄丢了就买新的，你老公有的是钱。手机。以后有事情可以直接找我，不必绕一圈去找学长。我是怕麻烦你，所以才找的学长。我有的是时间。是错觉吗？为什么我觉得江周云和之前不太一样了？我先去洗澡。躲什么？我没躲啊。那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心虚啊？你素媛，让我们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好。江周云，早餐。说的。啊，早餐一定要吃，要不然胃疼。知道了。辛苦了。不辛苦。江总，我们该去公司了。薛特助，吃早餐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给你拿一份。不用了，太太，我吃过了。谢谢太太。想吃你可以拿着。我不太想吃，江总。那就不勉强。谢谢太太。江总，早会是半小时以后，您有时间先吃早餐。先去开会。回头跟开发商核实一下。江老狗，这么快就开完会了？陆总，您吃的这个早餐不能是江总桌上那个吧？是啊，学长，这三明治你买的，太好吃了。
谁允许你动我东西的？不就是一个早餐吗？吃了就吃了呗。吃了就吃了，不然你拿我怎么办？对了，那个融资协议你为什么要加一条，说不允许员工加班超过8点？管得着吗？牛马不加班，我当老板的怎么发财住大别墅啊？我是资本家，不是慈善家。滚出去！哎，态度，你看，哎，陆总，您要是惜命的话，就少说话。我就一个三明治，他至于吗？至于，因为那不是一个普通的三明治。不，明天还有早餐吗？有啊，你想吃什么？三明治。可以，但是家里没食材了。今天下班我去超市买点。一起去，下班我去接你。好。您怎么来了？妈妈需要你一个解释。这需要什么解释？一个普通的投资而已。我是不会签字让财务审批的。我走的是我私人的账户，不需要你签字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为我老婆花点钱怎么了？老婆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他只是个骗子？这个骗子不是你安排的，是你知道了。我恨了宋妍整整2年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个可怜虫不过是你手里的一枚棋子。你处心积虑设计陷阱引他上钩，利用完了就狠狠地把他抛弃了，甚至封杀。为了让我回来继承明达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可他们母女有什么错？凭什么让他们家破人亡？卓云，妈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明达。不需要，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想要的是什么，只会一味的替我安排。从前对爸爸也是这样的，根本就不懂得尊重。你不要跟我提你爸，是他不负责任，不要你，不要我们这个家。我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他。他是被你逼死的，要不是你让他滚，他才不会当天晚上连夜离开，导致意外去世。卓云，关于爸爸的死，妈妈无话可说，但是妈妈还是要告诉你，你和宋元注定有缘无分，情深缘浅，不如趁早断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轮不到你哭。是吗？既然你都已经查到了3年前的真相，那不妨再继续查查宋清辉。学长，学长，查一下宋清辉的死跟我妈有什么关系？是，江总。董事长，其实您现在大可不必逼少爷和宋小姐分开。少爷这2年将公司管理得很好，可以。你是不知道，这些小门小户出身的女人，为了嫁进豪门，能低贱到什么地步？只要我还有一颗气在，我就绝对不会承认她是我江家的儿媳。走，去找宋元。现在，卓云已经知道，当初宋元离开他是有苦衷的，那他就更不会放手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我来做这个坏人了。是。
江周云，我下班了，你什么时候过来接我？宋小姐，沈总想跟您聊聊。我来接你。宋小姐，我的确是低估了你对卓云的影响力。即便你当初那么伤害他，但他依然对你念念不忘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依然觉得你配不上我儿子。所以您今天找我来，是想让我跟你儿子离婚吗？开个价吧。那你这次能给到多少啊？你想要多少？我跟江周云结婚，他给了我5000万。你要想让我跟他离婚，应该比他更有诚意吧？1个亿够吗？不够。你胃口也未免太大了。江周云如今是明达集团的总裁，跟他离婚，我能分走多少财产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宋小姐，你得罪我，对你没有半点好处。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威胁不到我。如果你是真的爱卓云的话，那你就应该把江太太这个位置让出来。这个位置应该属于一个跟她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，而不是你这么一个对她事业毫无帮助的孤女。沈总，请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到江周云的身上。江周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有他的感情，有他的喜怒哀乐，也有他的选择。你这是在教训我吗？你不需要我教训，但是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江周云，除非他亲口告诉我他不爱我了，让我走。你看看这些，如果你到时候还这么笃定的话，那我可以不拆散你们。这是什么？你打开就知道了。沈总，人找到了。这个宋清辉是咱们去年南郊工地上出事故的那个。他老婆一直不肯罢休，想挖出证据，证明宋清辉的死并不是意外。穷人嘛，是这样的，就会想着多闹一闹，想多拿点赔偿。我听说宋太太因为宋清辉的死受了刺激，精神不太好。宋小姐是家里的支柱，没想到她竟然是宋清辉的女儿。星云，你说这算不算孽缘？沈总，要不咱还是换个人吧？不，就是她，我确定她会是卓云喜欢的女孩子。但恐怕宋元不会同意咱们的要求。星云，你知道怎么样让一个人竭尽全力地抓住救命稻草？首先，你得让他跌入泥潭，别无选择。您的意思是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沈总，昨晚宋家大火，宋家和邻居周家都被烧了，周家要求宋家赔偿300万。你做得很好，等宋元彻底走投无路了，再带他来见我。明白。我爸的事故，还有我们家的火灾，自始至终这一切都是你的精心策划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你知不知道你们这是在犯罪啊？你爸的死那是工地钢筋掉落导致的意外，而那个承包商也只是我们明达旗下的一个子公司而已。至于你家的火灾，那不是你母亲发病忘了关燃气而导致的吗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宋小姐，诽谤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小姐，什么？小姐，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？你们这些穷人就知道胡闹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多拿点赔偿。
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离开我儿子。等等，江卓云，他知道这些。你觉得呢？哼！飞机到了，我在你公司楼下了，你在哪儿？你爸的死是个意外，多给5万，已经是我仁至义尽了。吃你爸的人血馒头，你们母女不怕遭报应吗？你没事吧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伞给你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？圆圆，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。你什么都知道，对吗？回答我。知道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？刚刚知道。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因为江家竟然单身，我太可笑了！我居然爱上了害死我爸妈凶手的儿子，我太可笑了，我太可笑了！圆圆，你不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圆圆。你们江家在江州城是呼风唤雨，但是江主任，我告诉你，我爸妈的死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不起。离婚协议书，你尽早准备好。圆圆，不要离婚好不好？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只要你想要，我都会去做。那我要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，我想要坏人得到惩罚。江愁云，我是不可能跟仇人的儿子在一起的，你懂吗？懂吗？你继续租这房子就最好了，里头那些东西我就不叫人来收拾丢了。江总，咱回去吧，这也太大了。学长，他又不让我。江总，我觉得太太还是爱你的，她肯定不能跟你离婚的。不是他什么都知道，是真的不要我。送人。
江总，您让我查的那件……江总，您发烧了，我带您去医院。你打电话给他，就说我又不吃药，又不去医院。哎，太太，江总发烧了，您回来看一眼吧。发烧就去医院，我又不是医生，治不了病。啊，太太，江总不愿意吃药，也不愿意去医院，他现在烧得迷迷糊糊的，一直喊您的名字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才给您打的电话。去不了医院就叫家庭医生上门。太太，江总其实挺可怜的，白天他用工作麻痹自己，晚上喝多了就一直喊您的名字。太太，您回来看一眼吧，江总只听您的话。太太把电话挂了，他也太狠心了吧！别怪他，一定是我让他伤心了，他才会这样。江总，那我送您去医院。你亲自去找他，我想见到他。是。圆圆，你发烧了，我先给你降温。圆圆，我们能不能不离婚？圆圆，我爱你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抛弃我吗？等你病好了，我们再谈吧。就算你不爱我，也请留在我身边。我到底该怎么选？江总，董事长来了。知道了。卓云，我听薛兆说你生病了，烧退了没有？好多了。妈妈还是不放心，还是叫周医生来一趟吧。星云，打电话。妈，够了。妈妈是担心你的身体，妈妈这也是为你好呀。你要是真是为了我好，就不会去找宋元。我说过了，你是明达的继承人，身价1000亿。宋元她一个孤女，她配不上你。是谁让她成为孤女的？她原本也有父有母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看来宋庆辉的事情你已经查清楚了。卓云，宋元爸爸的事情真的是一场意外，妈妈也很遗憾。你敢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你是在审问你妈妈吗？可以这么认为。南郊工地的意外是因为你采用了不合格的钢筋，导致了楼梯坍塌，掉落的钢筋害死了宋庆辉，对吗？出事之后，你怕因为钢筋材料不合格的原因被查到，从而导致明达集团股价的下跌，所以掩盖了真相。你从哪儿拿的这些东西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是，我承认，宋庆辉的死，我们的确有责任，但是我亏待他们宋家了吗？我给他们赔偿了200万，200万还不够吗？像他们这种下等的人，连200万都没见过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？我有什么错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明达。难道你要我
眼睁睁的看着我多年的心血因为一个低贱民工的死而毁于一旦吗？宋清辉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要狠心的去找宋元引他下套，一步一步的把他逼入绝境，把他妈害死？是他的母亲自己承受不住压力跳楼自杀的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已经给了他们200万了，难道他还嫌不够吗？简直不可理喻！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事情就是这么巧。我原本也不知道宋庆辉就是他的父亲，要怪就应该怪你，是你在漫天下雨的街头给了他一把伞。邢云当时拍照片给我看了，我一看我就知道，宋元就是你喜欢的那种女孩子，你们俩注定是一场孽缘，你们没有相守一生的缘分，所以妈妈这么做是替天行道。凭什么操控我的人生，操控我的感情？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是明达的继承人，你生来就在金字塔的顶端，为什么要像一些平凡的人一样碌碌无为的过一生？我不允许！就像你不允许当初爸爸想做一个摄影师一样，对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不可理喻，那你呢？你难道要为了一个女人把你亲妈送进监狱吗？是你欠她的。好，很好，就算是你把我送进监狱，宋元他会原谅你吗？我不仅害死了他爸爸，我还间接害死了他妈妈，我甚至连他肚子里你们的孩子也是我谋杀的。我封杀他，我让他在江城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，像条狗一样的东躲西藏了2年。就算是你大义灭亲，要去讨好宋元，可是他会原谅你吗？要是他选择跟你在一起的话，他该怎么向他9泉之下的父母去交代？他居然跟他仇人的儿子在一起，往后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，他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这张脸，你觉得他是痛苦多一点，还是幸福多一点？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是我们欠宋元、欠宋家一个公道。普通人想要公道，本就是做梦。沈梅英、江行云，你们2个跟我走一趟，配合调查4年前南郊工地上发生的命案和3年前宋家的火灾。你竟然真的报警了？是你欠他的，这是南郊命案相关的资料。我辛苦筹谋了这么多年，为了你，为了我们江家，没想到到头来我却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我沈梅英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你那个废物老爸，生了你这么个不孝的东西。放开我！不要离婚好不好？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只要你想要，都会去做。说过，答应你的，我一定会做。字我已经签好了。江周云，我不要你的钱。为什么？我想要的东西你已经给我了，你母亲会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这对我来说就够了。离婚协议你等改好之后再找我吧。圆圆，
离婚协议改好之后，我们直接在明城举签吧。好，江卓云，再见。宋月，再见。江总，我觉得太太还是爱您的，你也舍不得太太，那您为什么要签那个离婚协议书呢？就算我们再相爱，我们也不可能在一起了。我不理解，那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？他居然跟他仇人的儿子在一起，往后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，他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这张脸，你觉得他是痛苦多一点，还是幸福多一点？我跟他在一起，只会给他带来痛苦。我不应该自私的把他留在我身边。可您还没问过太太的想法呢。有必要问他？当然有必要。姑娘，你这是遇到啥事了？哭得这么厉害？没事，我就是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丢哪了？要不我陪你去找找吧。找不回来了，大哥，找不回来了。只要有心，我们就能够找回来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真的从来不骗人的。请问是宋元吗？我是。您好，宋小姐，我是沈梅英女士的辩护律师，沈女士想见您一面，请问您方便吗？方便。那明天下午3点，我们在江州看守所门口碰面。你要见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？我不知道。沈家和江家是世交，我和卓云的爸爸从小青梅竹马长大，恋爱和结婚都自然而然。卓云长得很像他爸爸，用丰神俊逸4个字来形容，一点儿也不夸张。婚后我们也过了几年幸福的生活，但直到卓云5岁那年，他突然跟我提出了离婚。你现在跟我说你对我没有爱情，要去寻找什么梦想？江明达，你疯了吗？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你很难接受，但没关系，你不懂我，我也不会怪你。我不懂你，那外面有人懂你是吧？是。江明达，你混蛋！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？父母希望我继承公司，所以即便从小我就喜欢拍照，我也必须要放弃，然后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学习金融，继承家业。我曾经以为这都是对的，因为我所拥有的生活是很多人劳碌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罗马。但是梅姨，人到中年，我突然觉得这一切特别的没意思。所以你出轨了？1年前，我重拾了摄影，在一次采风的时候，我认识了庆怡。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他？你要为了他抛弃我们这个家，抛弃我们母子？你没有比不上他，但是他懂我。你从根本就觉得我一点摄影的天赋都没有，甚至觉得我拍的非常烂，宁愿从外面请来摄影师到家里来，也不愿意让我试试。但是庆怡，她懂我每一个镜头背后的想法。OK， 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想要过的生活不是现在这样子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活不过，你要去做什么艺术家梦？江明达，你不是在追求梦想，你是痴心妄想。我会精神出户，今晚就搬出去。对不起。你这么迫不及待要走是吧？行，你滚，你马上滚，滚！好。
雨月，以后爸爸不在家，你一定要好好听妈妈的话，知道了吗？乖。那天晚上，他要去找那个女人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却在半路出了车祸。我和卓云赶到医院去见了他最后一面。从那以后，卓云就记恨上了我。他认为是我害死了他爸爸，可是他却不知道，是他爸爸抛弃了我们母子，为了去找另外的一个女人，而丢了自己的性命。而我却只能选择告诉身边所有的人，他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跟我发生了争执，随后外出发生了意外。听起来我跟同样被丈夫抛弃的斯里特克兰德太太很像，对吧？但是却恰恰相反，我的丈夫是真的出轨了，而我还不能以此为理由向众人宣告他抛妻弃子，反而还得为他编造一个谎言来替他遮羞。你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江卓云呢？那个时候他还太小，等他长大之后，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告诉他。毕竟我不想破坏父亲在他心目中完美的形象，他需要有这么一个寄托。因为他父亲的前车之鉴，所以你反对他追逐梦想。他生来就是天之骄子，他拥有普通人奋斗10辈子都得不到的生活，为什么要去做那种不入流的艺术家？有什么用？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不需要你的怜悯。即便你自己情感受到了伤害，你也不应该剥夺江卓云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。这就是我讨厌你的原因。当初我在医院里见过那个叫庆怡的女人，你跟她一样，都长了一双让人讨厌的眼睛。这双眼睛里面充满了倔强和怜悯，而且你们还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，说了同样的话。你之所以愤怒，是因为我说的话触中你的痛点，对吗？闭嘴！你懂什么？你之所以提起这些往事，是想为你害死我父母找借口开脱，还是为你控制江卓云的人生找理由？在你的故事里，你的确是个受害者，我很同情你，但这些不能成为你犯罪的借口。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像你这种出身卑微的女人，这一辈子就只配跟那些凡夫俗子草草一生，你配不上我的儿子。就算是我坐牢，我也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。你说了不算，难道你忘了，是我害死了你的父母？你难道要不念孝道，跟你仇人的儿子在一起？其实在今天来之前，我一直在想，他们是不是在怪我爱上了仇人的儿子。但是就在刚才，忽然就明白了，他们不是在怪我，他们支持我做的任何选择。可笑的借口！可笑的人是你。我们宋家虽然不富裕，但是从小不管我做什么，他们都支持我，他们爱我如生命啊，又怎么会怪我爱上江卓云呢？我的父母从来都不会因为我的虚荣和需求，以爱之名强加到我的身上。所以我觉得江卓云好可怜啊，如果最后连我都不要他了，那他就更可怜。我之前是觉得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他那么璀璨的人生不应该存在我这种平凡的人。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跟你，包括任何人，都没有权利替他去选择他应该过什么样的人生，去爱什么样的人。所以这一次我要让你失望了，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他，我都会陪在他的身边，爱慕他，支持他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。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裂痕，就是因为这些不完美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或许你可以考虑把事实告诉他，他有知道真相的权利，也有承担痛苦的勇气。你应该放过他，
也应该放过你自己。那我就坐等江总的2个亿到账喽。今天晚上摆一桌，全场消费，本公子买单。该你。喂，是宋元家属吗？这里是江州人民医院急诊室。是我。他怎么了？宋元发生车祸在抢救，请你立刻来医院。江老板，怎么？你去哪儿啊？车在哪儿？停车场。钥匙给我。钥匙给我！你告诉我你去哪儿，我来开。你这样能开车吗？走。护士，帮我查一下宋元在哪儿？宋云，前面。江卓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事吧？你受伤了啊？我没事啊。哦，那车撞的是别人。事就好，事就好。不是，学长，这江老狗什么时候和小宋搞到一起了？这事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你不告诉我？我早就告诉过您了，不过您好像没太理解。有吗？陆总，您呢先醒一醒，我去看看太太的检查单。好。不是，你叫宋元什么？太太？对啊。我操！我说他怎么善心大发给我捐2个亿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，这狗东西！哎，学长啊，你帮我想想，我以什么姿势下跪比较容易得到宋元嫂子的原谅？哎，当时在路上有人拉了我一把，我就擦破了脸上，没事的。江竹云，今天你在医院是不是以为我死了啊？不许你胡说八道！如果我真的死了，在黑夜流连，并不肯熄灭。风一吹。你都不问问我跟你妈说了什么吗？说了什么？我跟你妈说我会尽快跟你离婚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离婚协议我已经叫学长去改了，如果改完之后，我会第一时间联系你。先送你回家了。笨蛋！啊？我说啊，我刚才都是骗你的，不是那么跟你妈说的。那你怎么和他说的？我跟他说呢，我以后都会好好陪着你，陪你从天光乍破一直走到暮雪白头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方向，他们向东，向西，向南，向北，而我向你。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，你是天赐的救赎，是迟来的礼物。我们以后永远在一起，陈慧。